5个小时的访问，拜登准备了几个月，不惜以身犯险去基辅，只为了打乱普京的节奏，这也确实是够狠的。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拜登是虚晃一枪，访问波兰之前先去了基辅。虽然拜登的这次访问只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了这5个小时的访问，这拜登确实已经是准备了好几个月啊。拜登花这么长时间的准备，那倒不是在准备什么大计划，要给乌克兰提供怎样的帮助，而是为了防止这一次访问直接把拜登给自个儿搭进去。那毕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尤其是对基辅的空袭，那就没停止过。拜登这也相当于是前往交战区了。这要是俄罗斯对基辅的空袭，或者是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的空袭，直接的把拜登给误伤了，那事儿可就摊大了。乌克兰的安全形势有多糟糕，访问基辅有多大的风险，这一点从前不久岸田文雄因为访问基辅的计划被披露，直接大发雷霆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旦拜登出了事儿，这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就很可能演变成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战争，而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这一旦爆发，基本上就很难收场了。所以这几个月的准备可以看出，这拜登对此次基辅之行的谨慎。即便是在访问基辅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方面与俄罗斯进行了沟通，但是拜登也不敢太过高调啊。那不敢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之下，直接的把空军1号开到基辅。这要是拜登乘坐空军1号去基辅，即便跟俄罗斯有过沟通，但是因为时间仓促，谁也不敢保证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那会不会做出误判呢？更何况，就算俄罗斯能够有所克制，压下了对美国继续拱火的不满，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也比较危险，不靠谱了。这之前，乌克兰防空系统就有过误射，在俄罗斯空袭不断、时刻紧绷一根弦的乌克兰，会比俄罗斯更容易出现误判。那这样一个安全形势，拜登还是去了基辅，那完全就是在以身犯险。而拜登不惜以身犯险，也要赶在这个时候访问基辅，给乌克兰传递美国的支持信号。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乌克兰的不安的情绪，毕竟俄罗斯的攻势是越来越猛了，春季大战的前奏已经打响，美国很担心节节败退的乌克兰会产生就此结束冲突的想法。这为此，拜登就想用亲自下火线的行动，鼓励乌克兰继续打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拜登此次突访基辅的时机也很巧妙，恰好是赶在了普京要发表重要讲话、要有所行动之前。这明显就是为了用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用海马斯火箭炮和远程武器可能引发的冲突升级来打乱普京的节奏。甚至，如果不是普京宣布要有重要讲话，可能影响到俄乌局势的走向，拜登说不定那还会多准备一段时间。亦或者，这拜登也会按照之前所计划的那样，直接在波兰与泽连斯基会面，而不是选在基辅，在防空警报不断的情况之下，与泽连斯基进行会谈。当然没办法呀，俄罗斯是韬光养晦了大半年，这接下来的大行动那是可以预见的。在美国没有能力给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国内又是麻烦一大堆的情况之下，这拜登也只能采取这么冒险的行动，继续维持俄乌冲突的存在了。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